如果说卡扎菲恶心英美的种种行为多少还沾点报复殖民者的民族大义的话，那么卡扎菲与中国真的可以说是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作为最后一个被卡扎菲盯上的五常，中国同利比亚相隔万里，且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来往。然而，在执政利比亚的40年间，崇尚国国平等的卡扎菲一点都没少给中国找事儿。卡扎菲同中国的恩怨，还要从新中国恢复五常身份之前想起。1969年的新中国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重返联合国舞台。这年9月中旬，一个消息传到北京，纳赛尔的粉丝卡扎菲在利比亚发动绿色革命，推翻王国政府，建立了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虽然当时的中国人并不认识卡扎菲，但纳赛尔却是我们的老熟人了。毛主席曾称纳赛尔为亚非地区的民族英雄。那么他的粉丝推翻了一个王国政府，自然是一件推动第三世界解放的好事儿。基于这种想法，周总理亲自派发电报向卡扎菲表示祝贺。然而卡扎菲在收到中国的贺电之后，第一反应却不是如何同对自己抱有善意的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而是如何从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大国身上敲诈一点好处。卡扎菲在政变成功之前，虽然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下级军官，但是当时的新中国因毛主席的领导，在全球舆论领域具有极大影响力。对于中国，卡扎菲有3个印象：毛主席很厉害，新中国还没有完成统一，有核弹。凭借着3点浅薄的认知，一个大胆的链条在卡扎菲的脑袋里快速形成。他决定自称毛主席的好学生，然后以台湾问题为筹码，威胁中国，向其提供核武器。这份计划不管谁看都会觉得狂妄至极。以当时的利比亚人口规模，其国家体格甚至比不上中国的一个县城。并且中国同利比亚无冤无仇，一个小国用不存在的砝码去威胁一个大国，简直是痴心妄想。然而卡扎菲最大的特点就是甭管多离谱，想到了之后立马就去做。政变成功不到1年，卡扎菲就指派在政变中立有大功的副手加尔鲁德前往中国谈判。卡扎菲表示，只要中国向其提供原子弹，那么利比亚就同台湾当局断交。这个在他心目中冠冕堂皇的理由，连毛主席都感觉到了震惊。对于新中国而言，同窃居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划清界限，是与新中国展开交往的前提。你卡扎菲同台湾当局眉来眼去，本就是对新中国的冒犯。结果加尔鲁德到了北京之后，不先给中国解释你的出格行为，反倒以一个错误要挟中国提供国之重器。毛主席强压着怒火，只是周总理回复加尔鲁德，我们不会拿原子弹买卖搞核交易。而在私下里，毛主席则直接表示卡扎菲太狂妄了。既然没能从新中国炸到核弹，那么与新中国建交一事自然不会被卡扎菲放在心上。就这样，同台湾当局眉来眼去的卡扎菲政府，直到1978年得知中美即将建交时，才宣布与台湾划清界限，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人本着宽宏大量的原则，并没有对他曾经的冒犯旧事重提。然而，这种宽容最终却令卡扎菲更加放肆。1982年初，卡扎菲敲定当年9月对华访问。然而，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这次正常的外交访问居然变成了卡扎菲的个人秀，以及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在最初的安排当中，卡扎菲将经由中亚路线在乌鲁木齐转机至北京。然而，访问的时间到了，乌鲁木齐机场却迟迟等不来这位国王的专机。不过，中国的外交人员并没有感到意外，他们早已对1年前卡扎菲访问苏联时的奇葩行为有所耳闻。迟到几个小时是计划当中的事情。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就在乌鲁木齐苦苦等待卡扎菲的同时，千里之外的云南边境站侦察到3架不明飞机进入中国领空。当我国边防军正请示打还是不打的时候，外交人员立马反应过来，这很可能就是卡扎菲的专机。他们向机群发去信号，而机群的回应是他们确实搭载着利比亚的领导人。在落地后，卡扎菲略带歉意地解释到，临时改变路线的原因是长期生活在战乱的中东，缺乏安全感。然而出访他国最大的意义就是证明自己信任对方，希望同对方进行合作。这卡扎菲事儿还没办，就暗搓搓地表达了中国的不可信任。即使如此，我国还是捏着鼻子接待了这位随心所欲的领导人。在中国访问期间的卡扎菲倒是多少吸取了之前的教训，虽然他排场大，走哪儿都带着一群女保镖，事情多，每天什么时候吃饭吃什么都要中方遵从他的安排，还喜欢炫耀，每天都要换不同的服装四处露面，但他也尝试着展开一些有意义的交涉。在访华期间，卡扎菲承诺将会为新中国提供大量项目，包括在利比亚修建人工运河，将利比亚石油工业委托给中国一部分。
既然卡扎菲能为中国提供一些机会，那么他即使行事奇葩，我们捏着鼻子也忍了。可是谁都没想到，卡扎菲此次访华的最重要目的依然是获得核武器。然而，不管从国际形势还是中国自身来讲，核扩散都是不被中国接受的。在得到中国方面的否定答复之后，卡扎菲带着他那庞大的随从团不动声色地离开了中国。一回到利比亚，卡扎菲就变了副嘴脸，他取消了大部分承诺给中国的项目，就留下几个不赚钱的小工程作为搪塞中国的借口。卡扎菲的奇葩风格搞得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十分郁闷，有一部分外交官甚至怀疑是不是我们还不够了解外部的行事作风。不过卡扎菲前脚刚走，同为阿拉伯国家领袖的约旦国王侯赛因就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而同卡扎菲相比，侯赛因国王为人谦和，礼仪周全。约旦国王的来访让中国人确信了一件事，不是我们没有同国际接轨，而是卡扎菲真的就是个奇葩。我们把视角转回卡扎菲那里，访华结束之后，卡扎菲还是没能得到自己心心念念的核弹。对于卡扎菲而言，中国只是一个与利比亚八竿子打不着的大国，既然不能为自己所用，那么就没有任何较好的价值。回国之后的卡扎菲通知手下收回许诺给中国的工程，并将这些项目给予其他国家。于是在80年代，以法国为首的国际资本投入数十亿美元，热火朝天地参与了利比亚的石油工业升级。而中国只能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卡扎菲的背信弃义。不过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在骗来法国等国的投资之后，卡扎菲又任性地修改利润分配方案。法国满怀期待地参与了利比亚石油工业之后，发现自己当了回苦工，日后的石油收益几乎同自己毫无关系。但卡扎菲才不管这些，谁长得像韭菜，那他就割谁的韭菜。中国既然不接受被他割韭菜，那他就不会介意给中国人找麻烦。在访华之后，没讨到什么好处的卡扎菲对华极其冷淡。而在其他非洲国家与中国建立起良好关系之后，看见自己不受待见的卡扎菲又第一个跳出来污蔑中国在非洲搞霸权主义、经济侵略。这种小丑一样的发言与做派，中国人看他一眼都算输。察觉到恶心不到中国之后，卡扎菲决定做点更出格的事情来博眼球。本着无事生非的原则，卡扎菲先是在2006年初派自己的接班人二儿子赛义夫出访台湾，又在同年5月秘密安排填赶台独分子陈水扁入境利比亚。因为看穿了卡扎菲就是一个博眼球的小人，中国政府在严重抗议之外，并不想在这个跳梁小丑身上浪费时间。卡扎菲得罪了一圈下来，什么好处都没有收到，郁闷的他决定当一回英雄。最终2009年9月23号成了卡扎菲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2009年9月23号，已经把各大国得罪了一个遍的卡扎菲趾高气扬地走进了联合国大会。他无视本给他设定的15分钟发言时间，花了整整1个半小时，疯狂对五常进行语言输出。在过去的40年间，他引爆了美国的飞机，扫射了英国的平民，没收了法国的资本，支持了俄国的敌人，还在中国最敏感的问题上左右横跳。而如今，他却反倒跳出来指责五常关着门搞霸权主义。不过卡扎菲虽然讲得慷慨激昂，但是这篇演讲并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因为此时的各个大国早就清楚了卡扎菲的小人本质，没有人会和一个小丑过不去。但卡扎菲的报应来得很快。2年后，当阿拉伯之春波及到利比亚时，卡扎菲第一次感到惊慌失措。然而就在他急需稳定国内局势的关头，英法美3国带头提议干涉利比亚局势。而早就看卡扎菲不顺眼的中俄，这次一反常态地选择了弃权，从事实上默认了英法美对利比亚的制裁。不到1年，曾经风光无限的卡扎菲就死在了利比亚反对派的枪口之下。而卡扎菲的故事给我们的最大教训，就是在国际舞台上，你可以扮演一个恶人，但唯独要注意，无事莫生非。